韩国的极限6小时可真是太魔幻了。这前脚美国总统拜登刚发布了一个总统令，把涉嫌逃税的儿子给赦免了。后脚呢，韩国总统尹锡悦就有样学样啊，变身护妻狂魔，一怒之下宣布戒严。一时间，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韩国啊，那场面简直比韩剧还迷幻呢。一边呢是韩国军队全副武装上街，直升机啊、坦克啊都出动了，气氛紧张到爆。另一边呢，首尔市民在街头手拉手组成人墙抗议，资本市场更是风声鹤唳啊！韩国资产遭到了集体抛售，韩国综合指数开盘跌近2%，韩元汇率大跳水，一度跌2.7%，三星电子在伦敦市场跌近4%，无数韩国人可以说是一夜未眠。大部分朋友可能都还没搞清楚啊，这戒严令到底是个啥，能有这么大威力？韩国这惊魂一夜又究竟发生了点啥？咱们今天就来带大家无压力看爽2024年度最佳短剧之韩国霸道总统为娇妻赌上后半生。来，这吃瓜前还是先解释一下这戒严到底是啥啊？戒严就是国家在危急时刻啊，比如战争、叛乱或者天灾这些情况下，宣布暂停正常的法律和秩序所采取的强硬手段。在戒严期间呢，大部分活动都会受到严格管控啊，什么老百姓出门啊、聚会啊，包括媒体啊，都会被限制。那这个时候，军队会代替警察维持秩序，极端情况下，他可以随时抓人进监狱，甚至当街击毙。简单来说啊，这就相当于是给社会按下了警报器，避免社会失控。那最近50年里啊，韩国一共发生了3次戒严，而这每一次可都是和政局变动相关的。比如说第一次是1972年，当时的总统朴正熙为了解散国会实施戒严。第二次是1979年，朴正熙遇刺后，总理崔圭夏下令戒严。第三次则是1980年，全斗焕发动政变后实施戒严，成为了韩国第5任总统。你看，这每一次戒严背后都伴随着韩国政治的大换血。那这次韩国总统尹锡悦发动戒严又是为了点啥呢？你看他表面上啊，把戒严说成了打击反政府势力啊，维持国内秩序重建，并保护正在滑向万国深渊的自由大韩民国。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呢？相信大家也多少都听说了吧。我呢也扒到了一些线索啊，方便大家理解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这事儿还得从尹总统的夫人金建熙说起啊。说起这个金夫人，那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。先是被韩媒爆出来简历造假啊，金夫人在过去应聘大学兼职教授的时候，向韩国5所大学提交过简历啊，里边一共22项内容，其中有12项被证实造假。这事儿被韩国警方就给实锤了，但因为过了7年的公诉时效期，那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但这事儿的余波还未平，紧接着又被揭出他和家人涉嫌在2009到2012年间操纵某德国汽车的股价。之后又爆出了一桩受贿案啊，在22年9月，金夫人被爆出收受了一个牧师的贿赂，不过贿赂金额也不算大，一个迪奥的包包，价值差不多人民币1.6万吧。关键是啥呢？这个牧师竟然在手表里藏了微型摄像机，录下了整个受贿过程。那视频里啊，金夫人不仅收了包，嘴上还大谈政治，说自己能左右政府的人事任命。后来经过相关部门的调查，在今年6月就草草宣布结案了，判定金夫人无罪。本以为这事儿啊就这么过去了，但离谱的是，当初调查该案件的反腐官员金某，前段时间在家中离奇死亡了。以上种种闹剧啊，单看都不算啥，但是在尹总统的政治对手看来，全是把柄。换句话说，韩国控制国会的在野党早就在等着合适的机会干倒这一家子了。于是，在11月14号，韩国国会第3次通过法案，要求任命一个特别检察官，独立调查金夫人操纵股价和一系列干政的问题。而这3次法案呢，居然都被尹总统使用否决权否决了。主打一个护妻狂魔，这种无底线的包庇彻底惹怒了韩国民众。再加上他这几年干的也着实是不咋地啊。竞选时他承诺了要改善经济、缓解通胀，但数据显示根本没缓解呀。韩国现在的大白菜的价格都涨上天了，蔬菜类价格的暴涨堪称史无前例，民众的不满情绪愈演愈烈。
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，尹锡悦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17%。如果按这个趋势下去，他很有可能在总统任期结束前就会被拉下台。下台也就算了，那对于尹锡悦来说更恐怖的是，在野党已经找到了办法，绕过了他的否决权。毕竟在韩国的法律体系里，除了法案还有规则啊，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的行政法规。虽然它地位低于法案，不过也是正式法律的一部分。身为总统，你可以否决法案，但没法否决规则。于是11月28号，共同民主党通过了一个常任特别检察官候选人推荐规则，专门用来查这些特殊案件，而且查案的4个人全是在野党推荐。也就是说，金夫人这一次如果一旦被查，尹总统就没法再做保护伞了。而这总统夫人的罪名一旦坐实，他这个总统还能脱得了干系吗？搞不好就是牢底坐穿，就跟他亲手送进去的前任总统朴槿惠一样。那么眼瞅着就要被清算了啊，这尹总统只能赌上一次，玩一把大的，铤而走险，发动戒严令。然而仅仅过去了6个小时啊，在野党议员们就冲进了国会，投票解除了这场戒严。尹总统的部下们，什么办公室室长、首席秘书官都开始集体辞职，执政党和在野党现在都在逼宫，要尹锡悦立即下台。这场闹剧最后会如何收尾呢？我们继续吃瓜吧，散会。